状元郎宋南亭来找我退婚时，我还在院子里磨阿爹送我的长枪。谢姑娘，宋某如今已是状元，只想找一贤惠顾家的妻儿。宋某不想在家中养一凶神恶煞的夜叉，咱俩的婚事就此作罢吧。你也要与我退婚？条条，女儿家不得上战场，你就乖乖在此地等我回来。阿爹，这么多钱，我要啃多少猪蹄才能花得完？条条，别老想着吃，此地美男众多，你拿这钱借他们读书，总能砸出一个状元来。借钱给他们考状元？记住，只借给好看的，借一个，签一张婚书。多谢各位乡亲厚爱，多谢各位乡亲厚爱。瞧瞧宋大人，真是咱们镇上长得最好看的人了，说是如玉郎君也不为过。这模样，考中了状元，以后不知要便宜哪家姑娘。宋南亭，祝你高中状元，这是贺礼，记得早点来娶我哈。小姐，你还有心思磨枪呢？那帮书生见考不上，全都来退婚了。退就退吧，反正他们长得也没宋南亭好看。可是，谢姑娘，宋某如今已是状元，只想找一贤惠顾家的妻儿，不想在家中养一凶神恶煞的夜叉，咱俩的婚事就此作罢吧。你也要与我退婚？也要？难道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吗？对啊，你自己看。就在前几日，东村的周秀才、南村的李秀才都来找我退婚了。半月前也有几位找我退了婚，没想到连你也要退婚。谢条条，你简直胡来！你竟然同时跟这么多人签婚书！哎，那记得还钱啊！你也是来退婚的？谢姑娘，这是之前借的银两，我刚才看宋南亭也出去，莫不也是来退婚的？嗯。谢姑娘，你别太在意。宋南亭入京赶考时，在山里遭了劫匪，命悬一线。他遇劫了？那他借我的银子丢了没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是京城将军府的二小姐路过，救了他的命。那位二小姐不仅救了他，还赠了银两送他赶考。宋南亭感念这份救命之恩，说无以为报，只能入京以身相许了。以身相许？他还没还我钱呢。小姐，老爷来信了。边关大捷，不日回京，朝朝先行归京，老宅待复。太好了，咱们终于能离开这儿了。小姐，您说老爷为什么总把咱们扔在这镇上？阿娘走得早，阿爹是怕京中那群女人城府太深，把我教坏了。他每次出门打仗，我就得像避难似的在这儿养着。可老宅那些夫人小姐，怕是都忘了您才是大将军的嫡亲女儿。宋南亭不是要入京以身相许吗？正好，我也要入京要战。小姐，有山匪！里面的，出来！出来！
给钱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姑奶奶饶命！我身上真的一个子儿都没有了。不信，带我去你们的老巢。这不太合适吧？寨子里乱得很。那姑奶奶既然想去，就随我来吧。一个小妮子还敢搁这跟老子斗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兄弟们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！一次性解决你们。以后我是大当家。好，姑奶奶，不，大当家，您是大当家，都听你的，快放过小的。说一说你们的家底。老弱妇孺60余人，能打的青少年只有40来个，粮食还剩30担，银钱就800多两。怎么还有老弱妇孺？你们不是土匪窝吗？我们原本只是山脚下一个村子的村民，这几年连年征战，国库没钱，官府就拼了命从我们百姓身上搜刮，手包全供了赋税，也填不满窟窿。没办法，只能带着全村老小举村搬到这儿，当了草莽。是人。大当家，这小公子是前几天在外面捡回来的，您瞧瞧这细皮嫩肉的，确实黑，它好香啊！死人生的确实挺好看的。大当家好眼力，那不如直接收了做咱们寨子的压寨夫君如何？好呀，好呀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哎呦，你这丫头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大当家，不，小姐，您可是黄花大闺女，怎么能在这山沟沟里认个来路不明、不三不四的人当夫君呢？哼，我休说你了！先老去，我给我中了！先老学进去。竟然还有腹肌！你干什么？父亲，你醒了，我是你娘子。我只是昏迷了，不是傻子。可恶，为什么跟话本子里写的不一样？他不应该一脸娇羞的喊我恩人吗？小姐，我们要快走了，将军马上就要到京城了。阿纯，你松手！你什么时候劲变得那么大？阿纯，你要干什么？要是让将军知道您在外面抢男人，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！等一下，阿纯。张莽，在大当家。既做了你的大当家，寨子我就得负责。前面就是宜城，你凭此玉佩去钱庄支银两，供寨里人生活。小姐大恩，张莽没齿难忘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说我是你夫君？你为何不带我一同离开？真有这等好事？不是
这瞎话你也信啊？我受了伤，醒来后很多事都不记得。既然你救了我，又自称是我夫人，我理应随你离去。失忆，竟然是失忆！阿纯，你听见没？这可是画本子里才有的极品桥段。小姐，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带回去，将军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怕什么？阿爹要是问起来，我就说是路上捡的。喂，既然你要跟我们走，总得有个名号吧，总不能微微的叫。既然不记得以前的名字了，那我就给你现取一个。看你身体虽然瘦削，但力气不小，以后就叫阿强吧。空速移动，还好养活。阿强？对啊，阿强，听着多有劲儿。阿强。终于到了，阿纯，咱们在这歇一歇。阿强，咱们到了，下来吧。小姐，那小白脸跑了，我就说他是个骗子。怎么就走了？还没带你去看我爹呢，肯定是在进城的时候趁乱溜了。小姐，您就是太心软，被他当成免费的车夫使唤了。算了吧，我也没指望他真的当我夫君，但他是真的长得好看啊。小姐，府里今日怎么这么热闹？阿爹还没到，府里那几房女眷肯定又在折腾什么名堂，我可不想这时候撞见他们，准没好事。走，翻后门。又要翻墙啊！生辰快乐，二小姐。这梅花玉簪是我亲手刻的，希望你喜欢。谢谢宋公子，锦玉心领了。但这玉簪贵重，锦玉毕竟是闺阁女子，思乡受受，怕是不妥。阿纯，你看那孙子没钱还我，倒有钱在这买玉刻簪子哄我妹子。承蒙二小姐上次搭救宋某，自那之后，宋某一颗心全然倚在二小姐身上。若你愿意，宋某愿用余生来守护你。小姐，你是吃坏肚子了？没，就是听到恶心的话。谢条条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中午好啊，状元郎，是来还我钱的吗？谢条妖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无耻！我都已经与你退婚了，你竟还阴魂不散的追我至京城！我此生只心悦二小姐一人，我和你是绝对没有结果的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小姐，她这脸皮是城墙做的吧？二小姐，宋某既然真心喜欢你，便不会对你有所欺瞒。此女先前确实与我有婚约，但我与她并无半点男女之情，早就解了婚约。只是我也没想到她会卑鄙到这种地步，一路尾随我回京。你为啥会觉得我是为了你才来京城？难道不是吗？先前你与我有婚约，如今我高中了，你不就是想借着以前那点旧情来挽回我这个状元夫君吗？见过大姐姐。这怎么可能？既然你都高中状元了，想必赏钱拿了不少，肯定不差钱了哈。那就麻烦状元郎记得把欠我的银钱还了。谢姑娘，这在下怎么忘了？你考场用的笔墨纸砚，哪样不是我谢条条掏的钱？甚至你母亲生病吃药的钱，都是找我借的。状元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还钱啊？二小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若宋公子真的还欠大姐姐银钱，还请尽早清账，莫要辱了状元郎的名声。这玉簪虽是宋公子亲手所刻，但毕竟太过贵重，仅于服寒，就不收了。大姐姐舟车劳顿，
景玉便不打扰姐姐休息了。可惜了这簪子，还得花不少钱买料子吧。好了，状元郎，记得还钱哈。阿纯，咱们走错路了，府里今日怎么弄得像要办登基大典似的？小姐，您在秀才镇待久了，连这日子都忘了。今日可是二小姐谢锦玉的集锦礼，半个京城的权贵怕是都来了，难怪热闹成这样。看来二叔和三叔为了这场及第仪，没少费心思。快点，别耽误了吉时。如今二爷在朝中如日中天，咱们谢府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。可不是，只要能跟咱们谢府攀上丁点关系，就算是街头的乞儿，也能平步青云。阿娘走得早，阿爹又常年在外征战，这府里的琐事果然都是由二房和三房在拿捏。小姐，您才是府里的嫡长小姐，偏偏您总被扔在镇上。阿爹是好心，不过我看也是为了巴结权势，这集戏礼办得比选妃还热闹。小姐，咱们不去正厅露个脸吗？去干什么？我常年不住在府中，去了也是大眼瞪小眼，没得让大家都不痛快。他们过他们的及笄礼，我过我的清静日子。也是，我看刚才那宋南亭一听说您是将军的女儿，脸都绿了，这会儿肯定在正厅哪躲着发抖呢。谁让他欠我钱不还呢？阿成，给我倒杯水，再整点猪头肉。好嘞，小姐你等好了。大哥辛苦了，此番大捷，圣心大悦，咱们谢家又是满门荣光啊！是啊，大哥，晚膳已备好，大哥请。小姐，老爷回来了，怎么连看都不往咱们这边看一眼？家事暂缓，本将需立即入宫面圣，谢绝一切宴请。闺女，阿爹来陪你喝2盅。大将军不去宫里领赏，翻女儿的院墙做什么？宫里那些老狐狸虚伪的很，哪有跟我对女喝酒痛快？那个，你被你那老叔子未婚夫退婚那事儿，阿爹在路上就晓得了。闺女，你别难过，不就是个穷书生吗？眼光还没屁股大。阿爹，你喝多了。没多，过几天阿爹在京城这些世子官人里给你找个更好看的。老爷您慢点喝，您这酒……胡说！我酒量好得很。那个宋南亭算什么东西？敢嫌弃我闺女，老子明天就带兵去翰林院。阿爹，您稍要治，反正我又不喜欢他。不喜欢好，反正他也没眼光。他眼光可高着呢，他似乎看上了二妹，指不定以后还是一家人呢。你以后见了他，没准还得叫声贤婿。我呸！就凭他一个穷酸书生，也想高攀咱们谢家，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阿爹，听您这意思，谢锦玉是天鹅，我就不是啦。那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女儿啊！过来，把将军拖回屋里去，动作轻点。小姐，老爷也真是的，自己酒量不行就爱逞能。不过老爷爷对您可真是没话说，这刚进城，圣上赏的宝贝还没在库房沐热呢，就紧着给您送来了。他那是怕我在家受委屈。可不是嘛，老爷还私下跟奴婢交代过，只要小姐您开心，哪怕在镇上那几个夫君签几张婚书，他也替您兜着。这天底下，怕是只有他会纵着我胡闹。猫，这将军府哪儿来的野猫？小猫乖乖，
出来让姐姐瞧瞧。谁家好猫字正腔圆的喵呜叫啊？怎么不叫了？刚才不是还喵呜的很欢吗？别看本姑娘喝的有点晕，但这并不影响我打人。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小野猫！这眼睛长得也太招摇了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藏头露尾的，给我揭开！你有病是吧？下手这么黑！你怎么没晕？这不可能啊！你画板子是不是看多了？真当本姑娘是在镇上绣花的？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只有我那漂亮的阿乔才有这么好看的一双眼睛。谢条条，叫我干什么？放开我家主子！快放开！不然我要你好看！就这样还要我好看？弱鸡！在驿站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告而别？谢姑娘，在下身上确有要事，改日等在下处理完杂物，定备厚礼登门拜访，可好？改日是什么时候5日后，可以吗？不行，5天太久了，最多明日。明日你不来，我就全城通缉你，说你擅闯将军府。说话要算话哦。小姐，快别睡了，太阳都烤屁股了。阿纯，你催命呢，让我再眯一会儿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又是洗脸又是换装的，折腾死我了！我的大小姐，您忘了，老爷打了大胜仗，圣上龙颜大悦，今天要在宫里设接风宴，必须全部出席。昨天阿爹确实是回来了，我想想，昨晚我好像还跟他一起在院里喝酒来着。我有一段情呀。救命！我昨晚到底干了什么？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脸色怎么突然白成这样？阿纯，我昨晚是不是亲了一个人？小姐，您脸怎么突然这么红？是昨晚吹了冷风，身上不舒服吗？救命啊！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些事？为什么会断片啊？阿纯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昨晚喝醉之后，嘴里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您昨晚跟老爷喝的那叫一个天昏地暗，奴婢光顾着扶老爷回房了，哪儿听清您说什么了？那我问你，昨晚我是怎么回屋的？这个奴婢也不知道。我送完老爷回来的时候，推门进屋一瞧，你就已经在床上躺好了，被子都盖得严严实实呢。阿晨没送我，那送我回屋还帮我盖好被子的，只能是那个被我亲了的阿乔。我罪该万死，我真不是人啊！小姐，您别吓奴婢，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？借着醉酒轻薄别人，我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啊？没脸见人了！
在山匪抢压寨夫君也就算了，为了京城竟然还敢变本加厉！小姐，您这一大早嘀咕什么呢？什么变本加厉啊？阿纯，你说我是不是当了土匪了？我竟然趁人之危，我道德败坏！什么呀？奴婢听不懂。对了，这个玉佩给您，不知是从哪里来的。昨晚您睡觉的时候，双手死死攥着这玩意儿，奴婢费了好大的劲才拿出来的。拿着，这可是好宝贝。谢姑娘，你喝醉了，快收回去。不准还！这是你我与你的定情信物，收好了。我的呢？什么？定情信物啊，我给你了，你的呢？你不能白拿我的宝贝。小姐，您怎么又不说话了？这玉佩到底是谁的呀？怪不得人家一大早就跑。完了完了，昨晚强亲他还抢了玉佩的事儿，怎么挥之不去啊？条条，你这脸，你咋擦这么多胭脂，红得跟猴屁股似的？猴屁股？是不是进京了就开始讲究了？阿爹早说了，那些京城贵女的粉太后不适合咱这种战场上练过的，你这涂的也忒吓人了。阿爹，宫门口呢，你能不能说少说两句？娘娘晚安。锦玉这孩子，自打听说要见娘娘，昨晚兴奋的半宿没睡，今儿早早就起来研习礼法了。快起来，赐座。锦玉这孩子出落得愈发温婉大方了，真是叫人瞧着心里就舒坦。这京城里的闺秀，就属锦玉最是乖巧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不愧是谢家的门面。朝朝也跟着回来了，这几年可有什么变化？回娘娘，臣女在边镇长高了不少。二夫人，当初本宫让你好好教教她，你就是这么教的？娘娘估计还在记8岁那年的旧账。这就是那位谢大小姐，8岁就敢把12岁的世子殿下堵在假山旗后欺负哭的那位，可不就是她？听说当时扯烂了世子半截袖子，硬说人会长得俊，非要带回家当夫君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，一转眼锦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。锦玉，你告诉本宫，这京城才俊满目，你可有心悦的男子啊？娘娘说笑了，婚姻大事，锦玉都听父母的。这孩子性子最是温顺，半点主意都不敢自己拿呢。那经书和绣宫呢？近来可有生疏？回娘娘，每日都有温习。皇后娘娘，你怎么不问我？啊？您刚才问锦玉有没有心悦的人，怎么不问问我，我有没有心悦的男子？行，那你说你又心悦谁？萧诀。谢大小姐，娘娘说了，她线下头疼的紧，请大小姐先行离宫。果然又是这套说辞，关起门来指不定怎么编排我呢。姐姐方才在殿内，为何非要提世子殿下的名讳？你也知道，世子在娘娘心中怎么了？心尖尖，命根子。萧诀世子是平南王萧固的独子，世子妃走得早，他从小就被接进宫，养在娘娘跟前。娘娘没有儿子，一直把他当成亲生的来疼。就是因为疼，所以才怕我这个女流氓祸害了他那宝贝疙瘩。姐姐，娘娘视世子如亲子，最是忌讳旁人肖想他。肖想？锦玉，你用词太文雅了，我那叫觊觎。姐姐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你忘了8岁那年，你因为世子长得好看，生生把人家堵在假山后头欺负哭了的事儿？记得，那会儿他哭起来梨花带雨的，别提多好看了。姐姐还是这般胡闹。锦玉，你说，如果一个男人失忆了，还被我带回了家，等他突然发现我就是当年那个把他欺负哭的小恶宝，会是什么表情？姐姐在说什么胡话？谁失忆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我回京的路上遇见过一个跟萧诀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他没认出我。也是，女大18变，本姑娘如今长开了，她哪能把我和当年那个揪她头发的小丫头盼子对上头？姐姐，听锦玉一句劝，
则需单看品行，看德行。世子殿下虽然容貌冠绝京城，可万一德行有亏，品行德行，锦玉，我没你那么高尚，我这辈子就喜欢好看的皮囊。秀才镇的宋南亭是如此，萧诀也是如此。快看，那是新科状元郎，听说才华横溢，长得也真是不俗。他盯着谢二小姐看什么呢？那眼神倒像是个痴情中子。二小姐，请留步，宋某有些肺腑之言。还钱，谢谢。谢娇娇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怎么就不可理喻了？你欠我钱，我找你要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状元郎，你想赖账？你既是谢大将军之女，谢家富甲京城，你又怎会差这点小钱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在众人面前羞辱我啊！你这脑回路怎么长的？我不差钱，跟我找你还钱，这两件事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吗？你，难道说我不差钱，你就可以不还钱了？那全天下有钱人的钱是不是都可以不用还了？状元郎平日里瞧着清高，怎么还欠着姑娘家的钱不还呀？还是谢大小姐大方，这软饭都喂到状元郎嘴边了，人家吃完了还要砸锅呢。谢娇娇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你当众这样闹，无非就是因为在秀才镇我与你退了婚，你记恨于我，才故意在宫里为难我，想坏了我的名声。宋南亭，你这脑子是不是读圣贤书读傻了？大家评评理，退婚是退婚，欠钱是欠钱，这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，跟退婚有什么关系？就算咱俩现在没退婚，你欠我的那几百两银子，难道就不用还了？状元郎，赶紧还了吧！谢大小姐说的对，这婚事成不成的，银子得清算呀。新晋状元郎欠钱不还，这要是传到翰林院去，怕是连乌纱帽都要晃两晃。这里是50两，剩下的我过几日再给你。行，那剩下那半截你可得抓紧。跑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山匪，还怕我生吃了你不成？堂堂一个新科状元公，身家竟然这么寒草。大姐姐，你也太让他下不来台了。他现在好歹也是翰林院的红人。红人？我看是穷鬼，估计那点俸禄全拿去买玉料，费尽心思给你刻那只梅花玉簪子了吧？没那金刚钻，还要揽瓷器活，打肿脸充胖子给谁看？哟哟哟，谢家妹妹好凶啊！人家状元郎都被你吓跑了。哪位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臣女谢锦玉见过五皇子殿下，见过世子殿下，见过二位殿下。哎呦，许久不见，谢家大妹妹竟然出落得如此好看。要我说，那些什么所谓的京城第一美女周淑然，搁在谢大妹妹面前，怕是连提鞋都不配。你说是吧，阿珏？姐姐，别抬头，这位五皇子殿下最是难缠。贵妃娘娘那个儿子萧承业，小时候我眼里只有萧诀，总觉得这萧承业长得跟个土豆似的，都没正眼瞧过他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小声点儿。这五皇子小时候跟我话都没说过几句，现在突然在这儿疯狂吹捧我，甚至不惜拉贬那位周大美女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小子怕是盯上我阿爹手里的兵权了。很好看。什么妖不妖的，长得太漂亮确实是一种罪过。看来我这辈子是注定要戴罪立功了。大姐姐，你这一晚上眼珠子都快粘在世子殿下身上了，稳重些，大家都看着。锦玉，你说昨晚该不会只是我做的一场大梦吧？梦？
什么？如果我昨晚真对他干了那种丧心病狂的事，他这会儿还能对我笑得这么如沐春风，这不合常理啊！凉的，硬的，是真的。姐姐，你到底在摸什么？锦玉，我决定了，我一定要得到萧诀。好姐姐，得到萧世子的真心，怕是难如登天。真心太麻烦，人是我的就行。瞧着吧，这宫宴的最后一出戏赐婚马上就要开场了。大姐姐，这可是定终身的大事，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？紧张有什么用？都在等皇上赐婚呢。一转眼，丞相家的女儿都这么大了，朕便赐你与户部侍郎之子结为连理。第一遍。一转眼，尚书家的千金也这么大了，朕做主，许给御史大夫的长子。第二遍，这开场白是一个字都不带换的。谢将军之女谢朝超。一转眼，朝超都这么大了。第五遍。朝超呀，朕知道你是有主见的，既然朕要给你指亲，那便先问问你，你有没有心悦的人呀？有。我喜欢萧诀，确切的说是喜欢他那张脸。哈哈，这孩子还挺虎。朝瑶啊，你这直来直去的脾性，简直跟你父亲谢大将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姐姐，快坐下，这话不能乱说。可朕记得觉儿好像已经有婚约在身了呢。朕记得没错的话，觉儿当年受平南王所托，似乎是和临安侯家的小女儿定下了婚约。真晦气，看他干什么，坏了本姑娘的心情。姐姐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？天涯是有草，可上哪儿再去找像萧诀长得这么好看的人啊？行了，闺女，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个萧诀吗？世上男人千千万，不行咱就换。那萧诀是生得好看，但空有皮囊有啥用？你得找一个像你爹这样英勇威武的男子，这样成婚后才能保护你。可我就喜欢他的皮囊，长得好看，我看着就能多吃2碗饭。再说了，我谢昭昭需要别人保护吗？我不保护别人就不错了。你这孩子真是没救了。小姐别喝了，既然世子有婚约，咱们抢过来怕是名声不好听。名声能当饭吃？我就是心疼，这么绝色的脸，竟然要落入临安侯家那小狐狸手里，暴殄天物啊！这将军府怎么天天有野猫？深更半夜跑我这儿装猫叫，找我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想见你啊？女流氓一个，仗着酒劲轻薄我家主子，还抢了定情信物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世子府的。哎呦，我家主子有事找你，你下手也太狠了。带路。这张脸还是那么养眼，养眼又有什么用？终究是不属于我的，心疼，真的心疼。见过世子殿下，现在既然都知道对方是谁了，再厚着脸皮叫你阿强，怕是不合适了。玉佩还给你。昨晚我是喝多了，冒犯了殿下。这定情信物我是万万不敢留的，免得惹来误会。拿着，插足别人感情这种事，我是万万做不出来。既然圣上都说了你临安侯家有婚约，我就不能再纠缠你了。哪怕你长得再好看，这瓜我也不能强扭了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定情信物哪有归还的道理？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小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等你好久，
这脸怎么红得跟煮熟的虾子似的？没去哪儿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别是病了吧？定情信物，哪有归还的道理？阿纯，快拿鞭炮来放！小姐，您疯了！大半夜放什么鞭炮？我得到萧诀了，你听见没？他亲我了，他是我的了！啊！我的大小姐，您这哪是睡醒了？您这是熬成鹰了吧？睡不着，根本睡不着。阿纯，我这一晚上脑子里全是昨晚萧诀跟我说的那些话。世子殿下，他昨晚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婚约，那是林安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。皇帝亲口说的，还能有假？当年平南王寿辰，他与林安侯喝得大醉，随口定下酒后戏言。我父王酒醒后早忘了，可林安侯舍不得平南王府这棵大树，这才四处宣扬。瞧见没？一个敢胡编，一个敢硬蹭，也就我这种老实人信了。这也太厚颜无耻了！那世子殿下是早就钟情小姐你啊，那之前为什么不早说？他不早说，他倒是想早说。姑娘，记点读书，前朝婚书如何？哪来的丑八怪？阿爹说了，直接给特别好看的。下一位，世子殿下竟然输在了面具太丑上，谁让他不直接露脸呢？他还说，之所以在寨子里那么落魄，全是为了赶在我回京之前布置。一定要在条条回京前。他受伤晕倒后，误打误撞的被张莽一群人捡了回去。原来这一切竟然都是世子为了赶上您的步子啊！可阿纯，他是被人追杀才受的伤，他拼了命也要赶在我回京之前布置好一切，是因为他知道京城里有人想要他的命。这京城不太平。小姐，如今京城局势乱得紧，圣上年岁大了，迟迟没立下太子。五皇子跟那几位皇子斗得眼珠子都红了。这夺嫡之战哪次不流血？怕是面上太平，底下早就尸横遍野了。可不是嘛，大家私下里都说世子殿下明面上站的是五皇子，在外人眼里世子就是五皇子的左膀右臂，再加上皇后娘娘没亲生儿子，谁要得到了世子的支持，就等于得了皇后娘娘势力。那些人要断五皇子的生路，头一个要除掉的就是他。萧诀，他们都说你是五皇子党，你真打算扶他上那个位置？哼，五皇子并不适合当储君。小姐，五皇子府的人抬着箱子进来了。谢大小姐，五殿下听闻大小姐回京，特备薄礼一份。殿下说了，改日还要亲自登门拜访。替我谢过五殿下，东西收下了，登门就不必了。我一个舞枪弄棒的粗人，怕怠慢了殿下。萧诀被人追杀，他的靠山五皇子却跑来给我送礼。阿纯，你觉得他是冲我这张脸来的，还是冲我爹手里的兵权？小姐，小姐，快别练了！五皇子府的马车又在门口堵着了，这已经是这礼拜第6回了。这次又是邀我去哪儿？说是邀您去京城最大的明翠楼听曲儿，请的是最红的名伶。听曲？那咿咿呀呀的东西听得我脑仁疼，不去，就回了。就说我谢娇娇粗人一个，听不懂那些高雅玩意儿。小姐，五皇子邀您游船赏荷，没兴趣，我还不如去后山抓鱼。五皇子送来了刚从岭南运回来的名花，花里胡哨，除了招虫子还有什么用？撤了。五皇子邀您今晚同赏灯会。不去。阿纯，你看这玩意儿黏糊糊的，涂在脸上我还能使得开枪吗？还有这副点翠头面，这步摇长得比长枪都沉。五皇子说是特意寻来给您压发髻的。压发髻？他这分明是想把我的脖子压转。送的东西没一样顺我的。小姐，
五皇子怕是觉得全京城的女子都喜欢这些胭脂俗物，他这就是典型的想当然。阿成，把这些东西全给我锁进库房底，看着心烦。大小姐，这是宋大人府上送来的，说是之前欠您的银钱，如今连本带利一并清了。哟，宋南亭现在抖起来了，自打当了那个什么翰林院编修，天天穿的花里胡哨的。阿爹，这翰林院编修的俸禄很高吗？宋南城不仅把几百两欠钱还了，出手还阔绰的紧。翰林院编修，一个正六品的小官，一年的俸禄也就那点碎银子，管够吃饭就算不错了。那他哪来的钱？他这是得了五皇子的青睐，以为抱上了金大腿就能飞黄腾达了。这种急功近利的小人，也就仗着那点虚名，什么状元郎，骨子里还是那个穷酸相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宋大人真心求娶二小姐，还请谢二爷成全这一段才子佳人的良缘。宋大人，我谢家的门槛，怕是你这小小的编修还跨不进来。带着你的东西，滚！快走快走，别在府门口碍眼。谢潇潇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今天我好好教教你什么是礼数。小姐，你今天白天刚揍了宋南亭，他刚才一直盯着咱们这边，怕是没安好心。他那点胆子，也就敢躲在暗处瞪瞪眼。这酒香的很，阿爹说这可是圣上赏的，不喝白不喝。谢瑶瑶，你以为你力气大就赢了？今晚之后，我看你还怎么在京城抬头。怎么这么热？阿纯去哪儿了？谢大将军权倾朝野，若我直接求娶，父皇定会猜忌我结党营私。宋南亭这招虽损，但只要今晚你失身于我，谢家军这块肥肉，不嫁也得嫁。陛下，臣方才听闻这帐内有异动，担忧谢大小姐安危，这才冒昧请陛下前来查查。宋南亭，要是里面没什么异动，当场废了你！武殿下，怎么是你？谢长角呢？被子好热，好难受。谢条条，你看清这是谁的帐篷？不管，就要捂着，舒服。混账！这就是你给朕看的意外？你把这猎场当成什么地方了？父皇息怒，这是一场误会，儿臣是走错了地方。哼，误会？五皇子，你这误会倒是闹得挺大呀。宋南亭，你口口声声说谢家丫头有难，结果却领着朕看了一出活春宫。臣罪该万死。哼，宋南亭构陷重臣之女，行事荒唐，罚半年俸禄。五皇子言行无度，有损皇家颜面，滚回去禁足10天。萧爵送来的这桂花糕不错，甜而不腻。五皇子被禁足了10天，想必这会儿正搁家里摔东西呢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五皇子反了，他担任逼宫，老爷和一众朝臣都被五皇子扣在宫中了。什么？小姐，还有一件事，听外面传信的人说，萧世子已经亲自带人封锁了宫门。
好你个萧绝，今早来的时候居然一个字都不透给我，难道世子早就知道五皇子要反？他何止是知道，他分明是拿着桂花糕当塞牙缝的，想把我安抚在家里当傻子。等我救出阿爹，再跟他算这笔账。通知了全城的人，就是不通知我。萧绝，你有种！谢小姐，您不能进去。给我让开！殿下交代了，说宫内凶险，让您在家里安心等候，一切有他定会保谢将军无恙。他在里面运筹帷幄，我爹在里面生死未卜，怎么让我安心等候？谢小姐，小的求您了，别进去了。您相信世子，他早有安排，他定会保将军无恙的。让开！我不想再说第二遍，再不让开，这次就不是踹你那么简单了。快开门，给谢小姐开道！萧绝封锁宫门，若只是为了不让百姓受罪，尚且算他有情有义。他到底是不是五皇子一脉的？他从来没跟我交过底。若是他倒向五皇子，阿爹那个脾气，顽固的只认陛下。萧承义要造反，第一个要铲除的，怕就是阿爹。哼！你来干什么？谢家妹妹来了，来得正好。来到本皇子这边来，等本皇子登基，这后位便是你的，封你当皇后，可好？谢条条，你也有今天，你最好给我听清楚了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……畜生！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宋南亭，你真有种！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抓住这个女人，把她给我乱刀砍死！快！别过来！你敢碰本皇子？林安侯带兵入宫，你现在跪下求饶还来得及，否则等我登基，定要抄你满门！林安侯现在被困城外，自身都难保，殿下还是先想想自己吧。他受伤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闭嘴，别冲我笑！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闭上你的臭嘴！变天了啊！五皇子贬为庶人，流放边境；周贵妃打入冷宫，连那位林安侯都被诛了9族。谁让他动了不该动的人？听说是谢大将军的嫡女一枪挑破了这残局。萧世子，伤还没好利索呢，就开始练习翻墙采花了？谢大将军，路过，纯属路过。路过到我闺女的内院墙头来了，看来你是真的欠练。小姐，自打那晚老爷在墙根底下堵了世子爷，您就再没让他进过院子。他天天在府门口等你，今儿又站了快1个时辰，手里还拎着您最爱吃的猪头肉。您真打算一直这么晾着他？站着就站着，他腿长在他自己身上，我还能拦着不成？这都半个月了，您一面都没见他。世子那伤还没好利索，脸色白得跟纸似的，瞧着怪心疼，他活该。闺女还生气呢？阿爹这不是怕你受牵连吗？那天局势多乱啊，万一有个闪失……怕我受牵连？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我那天没赶到，万一你们的二手准备出了岔子，我是不是只能去给你们收尸？那哪能啊！阿爹和你的世子和萧世子那是算无一计。算无极计？我推开门的时候，看萧绝满脸苍白的站在那儿，胸口的血都要把衣服浸透了。阿爹，那天是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害怕，
小姐，您以前不是说您只喜欢世子的皮囊吗？只要人在手，心不在都不打紧。我也以为我只是图他那张脸，可直到看见他受了伤，看见他可能会死在我面前，我才发现，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上他这个人了。阿纯，你说我是不是栽了？总算是清静了。五皇子这一只连根拔起，一个都没剩下。可不，圣上这回是动了真怒。你瞧瞧那几位爷，平日里斗得跟无眼鸡似的，现下一个个老实的跟鹌鹑一样。哼，天地万物，只有皇上赏赐给你的才是你的。谢爱卿，此番平叛，你护驾有功，谢家军更是社稷之盾。臣誓受皇恩，自当万死不辞。赏黄金1万两，良田千顷，加封谢爱卿为镇国公。世子萧决临危不乱，协助肃清叛逆，封赏平南王府世袭罔处，赐锦绣山河图一卷。臣谢圣上隆恩。谢家丫头乔乔，臣女在。乔乔啊，你在大殿上那一枪，朕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朕向来赏罚分明，朕知道你想要什么。啊，圣上您知道？这老皇帝知道什么了？难道是要赏我一对卤猪头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谢家嫡女调瑶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平叛有功。朕感念其心，特将平南王世子萧决赐与谢瑶瑶为婿，则即日完婚，钦此。赐婚，还是把萧决赐给我？谢大小姐，请留步，娘娘有请。拿着。娘娘，这……本宫告诉你，觉儿是本宫从小疼到大的。你以后若是敢对她不好，敢欺负她，本宫要你好看。虽然这话听着哪里怪怪的，但臣女谢娘娘赏赐。哼。世子殿下，这回没人守在墙角下大眼瞪小眼了吧？这辈子你是守定我。那是自然。